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17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洞察：马克龙震撼讲话背后，法国在地缘政治动荡中寻求自治。于是，绝非偶然。2019年9月，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签署了 AUKUS 的安全协议，其中包括分享情报、最尖端军事防务技术和互相开放最尖端科技、工业及市场的内容。这个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影响深远的安全协议，本来是针对崛起的中国，没想到法国却吃了一头闷棍。从经济层面，美英抢了法国给澳大利亚制造核潜艇的订单；从政治层面，法国惊醒自己被踢出真盟友的内核。奇耻大辱，必须报此一箭之仇。可法国刚被人捅完刀子，惊魂未定，俄乌之战就爆发了。由于对俄国的制裁，欧盟失去能源的供应，等于给欧盟的经济釜底抽薪。不久，北溪天然气管道炸裂，这样欧盟的经济还怎能维持？更别说起飞。欧洲目前必须用高价向美国购买能源。且不说欧盟各国还得对乌克兰贡献无止无休费用高昂的援助，所以马克龙的震撼讲话是发自肺腑，而且经过了深思熟虑。他表现出法国乃至欧洲在谋求经济政治的独立自主，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地位，也是艰难的探索。正像他国内面对100万示威者，他的不做美国的附庸之论，在大西洋两岸也激起了骂声不绝。好在拜登现年79岁，川普现年77岁，普京现年71岁，马克龙现年只有46岁。况且山外青山天外天，他甚至还有盟外的盟友。马克龙为何在此时对习近平示好系列之4？中国简报专稿。本文作者马雅，著有马红传。孟加拉向俄罗斯支付核电站费用，用人民币。日经亚洲。由于美国和欧盟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进入国际银行系统，孟加拉国将以人民币向俄罗斯支付其在建设中的 Roper 核电站所欠的 1.1 亿美元。该决定由俄罗斯和孟加拉国财政部达成。北京称驻马尼拉特使错误引用菲律宾工人在台湾的安全。南华早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表示，他呼吁马尼拉明确反对台独的呼吁遭到误解。这位大使的言论引发了争议。此前他强调了马尼拉决定允许美国更广泛地进入某些引起中国人民严重关切的军事基地。大使指出，菲律宾如果关心目前在台海的15万非侨劳工，就不应该让美国进入台湾海峡附近的军事基地，从而加剧紧张局势。然而，菲律宾官员拒绝了这些评论，重申正在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乌克兰更新，中国国防部长会见普京。德国之声。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中俄军事合作具有特殊和战略意义。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一直表现得中立，西方政府指责中国默许支持俄罗斯的行动。普京表示，两国之间的信任和战略军事合作将继续下去。这次旅行将持续到4月19日。上海车展为中国消费者准备了什么？南华早报。超过70款新型电动汽车 EV 将在今年的上海车展上亮相，标志着中国将继续推动电动汽车发展，因为大型汽车制造商将在上海展示他们对特斯拉 Model 3和 Model Y 的回应。展会的参展商将通过他们的创新产品以及未来几年的自动驾驶技术，突出数字化、智能化和电气化。今年的活动预计将吸引超过100万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对电动汽车日益增长的需求。独家。海康威视内部审查发现合同针对维吾尔人。Axios。根据最近的一段录音，中国视频监控巨头海康威视至少从2020年就知道，他与新疆西北部地区的警察机构签订的合同，包括针对维吾尔族人和在宗教场所安装摄像头等要求。
公司会议由技术贸易出版物 IPVM 获得，并被 Axios 看到。采购文件显示，海康威视摄像头已在整个新疆安装，包括在大规模拘留设施中，随后导致维吾尔人被拘留。当局还使用这些镜头来证明该地区的安全措施是合理的。海康威视否认参与了该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政府被指控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和广泛拘留维吾尔人。中国篮球队被罚款500万元，官员因假球被禁赛。南华早报：上海队和江苏队均被罚款人民币500万元和72万7135美元，官员被禁赛多年，俱乐部被踢出比赛，并且在季后赛假球事件曝光后，他们本赛季的成绩也被抹去。上海队主教练和江苏队主教练都被禁赛5年和3年，总经理也被禁赛3年和5年。CBA 宣布俱乐部以消极的方式比赛。球迷们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一决定，尽管也有一些人认为惩罚需要更严厉。COVID-19 测试呈阳性后，欧盟气候负责人取消中国之行。南华早报：由于 COVID-19 检测呈阳性，欧盟最高气候官员弗兰斯·蒂莫曼斯取消了原定的中国之行。蒂莫曼斯将恢复与北京气候变化负责人谢振华就气候相关领域的双边合作进行会谈。然而，在蒂莫曼斯未通过 PCR 测试后，行程不得不推迟。此前，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在对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后，上周也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两位官员都想重新安排他们的中国之行，但由于日程繁忙和后勤方面的挑战，尚不清楚他们何时能够举行。大宗商品提振富时100指数创于1个月新高。路透社：富时100指数连续第7个交易日上涨，受矿业股和石油股上涨的推动，投资者密切关注中国经济数据以寻找复苏迹象。由于原油价格稳定，能源股上涨 1.3%， 而金属矿业股上涨 1%。富时100指数连续4个星期上涨，投资者对商品相关和经济衰退安全板块表现出兴趣。富时250指数上涨 0.6%， 主要是由于 Network International 的股票因收购邀约而飙升。我是台湾人，中国威胁强化身份。日本时报：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中国的独特身份。台湾选举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 60% 的居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是90年代的3倍，而认同华人身份的人则从 25% 急剧下降到不到 3%。台湾人通过自问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捍卫什么来应对北京日益增加的威胁。然而，反对中国并不是唯一的驱动力。密苏里大学的 Sidney Yu 表示，政治改革为更加开放和繁荣的社会奠定了基础。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因亵渎罪被捕。多伦多新报：巴基斯坦警方以亵渎罪逮捕了一名中国公民，此前他被指控侮辱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默德。根据巴基斯坦有争议的亵渎法，这种罪行可判处死刑。这名男子仅被确认为来自中国的田先生，在数百名从事大坝项目工作的居民和工人集会要求逮捕他后，他被捕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群愤怒的暴徒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建筑工人居住的大院外示威。香港主教在中梵紧张局势下历史性访问北京。路透社：香港最高天主教主教周守仁将于周一访问北京，这是前英国殖民地主教近30年来首次访问中国首都。此次访问是在中国单方面任命一位新主教到上海之后进行的，此举激怒了梵蒂冈。周守仁并未征求梵蒂冈的意见。梵蒂冈指责中国违反了去年续签的关于主教任命的双边协议。梵蒂冈官员表示，该协议不适用于香港。周主教的访问是北京主教安排的。俄罗斯人吹嘘说只有 1% 的虚假社交媒体资料被抓获，泄密事件更新。悉尼先驱晨报：根据泄露文件中引用的一项分析，俄罗斯政府成功地利用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来宣传有关乌克兰军事和疫苗副作用的谎言。报告表明，俄罗斯的宣传正通过数十万个虚假社交媒体和在线搜索账户传播，但只有 1% 的时间被检测到。这些文件在 Discord 聊天室中传阅，并提交给了美国军方领导人。该分析未注明日期，但据信引用了俄罗斯在2022年底的活动。这些文件表明，俄罗斯已经改善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宣传传播，僵尸网络似乎允许该国的信息逃避检测。专家呼吁各平台相互合作，并与美国政府合作评估形势。
马克龙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不同的问题是错误的。日经亚洲，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近的中国之行凸显了他对欧洲战略自主的愿景，即优先考虑欧洲大陆的安全，同时从北京寻求经济利益。马克龙的访问也强调了他不卷入任何台湾冲突的立场。保时捷第一季度销量创历史新高，受中国推动。路透社，保时捷报告称，2021年第一季度销量同比增长 18%， 这得益于在中国的销量。这家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在中国交付了21365辆汽车，同比增长 21%。在此期间，这一结果帮助推动全球交付量高达80767辆，每个地区都有所增长。Macan 和 Cayenne 等 SUV 车型以及保时捷911跑车最受客户欢迎。一改往日，字节跳动员工股东回购价未涨。南华早报，字节跳动以每股155美元的稳定价格为其员工提供了股票回购计划，该价格自2021年底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这是自2017年开始提供此类报价以来未提高回购价格的罕见例子。此举正值该公司总估值下降之际。2022年8月 CFO Julie Gao 告诉员工，字节跳动没有公开上市的计划。在美国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由威胁要禁止该应用程序后， TikTok 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澳大利亚称中国关系不会改善到过去的高点。美联社，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Penny Wong 表示，虽然正在采取措施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但该国与其最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无法恢复到1996年至2007年保守派总理约翰霍华德领导下的水平。当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和战略优先事项是分开的。黄说，在一个国家之间没有明确区分的世界里，这种情况是无法复制的。贸易关系受到中国为响应澳大利亚要求对 COVID-19 大流行的原因和应对措施进行独立调查，而对澳大利亚出口设置的一系列官方和非官方贸易壁垒的影响。白酒酒厂有望在今年最大的香港 IPO 中筹资 8.11 亿美元。南华早报，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白酒制造商 CJLD 已经启动首次公开募股，可能筹集 8.11 亿美元，成为香港今年最大的上市。CJLD 以 10.78 港元 1.38 美元至 12.98 港元的价格出售多达 4.907 亿股股票。分析师表示，此次发行将使股东能够进入国际市场，该市场的市盈率高于本地上市市场领导者贵州茅台酒和宜宾五粮液。上市预计将于4月27日开始股票交易。中国房地产价格在第一季度 GDP 公布前上涨。金融时报，继出口数据显示出积极趋势之后，中国的新房价格在3月份以21个月以来最快的环比速度上涨。最新数据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带来了一线希望，该行业在过去2年中一直受到流动性危机的打击，导致多家开发商违约。然而，经济学家警告称复苏不均衡，担心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驱动力，服务业仍未完全恢复。中国上周公布的3月份消费者价格低于预期。电动汽车电池，西方能否赶上中国？数据中心，包括比亚迪、吉利和蔚来在内的中国公司将在即将举行的中国上海车展上展示电动汽车 EV， 巩固了他们在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市场的地位。根据拜登政府提出的帮助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规定，到2032年，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新车中，多达2/3将需要电动汽车。与此同时，欧盟计划从2035年起有效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将导致对电动汽车电池的需求激增。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各国政府和企业都在竞相确保自己的供应。尽管欧洲缺乏规模，并且其原材料行业依赖于东亚公司，但电动汽车电池行业仍在不断变化，为推进固态电池等新技术的公司提供了机会。法庭获悉，被捕的澳大利亚人担心中国间谍在监视他。南华早报，据他的律师称，一名被控外国干涉并被还押的澳大利亚人，在他在中国工作数十年后返回澳大利亚之前住在上海期间，担心2名疑似中国情报人员。55岁的亚历山大·瑟尔戈 Alexander Sergo 周末在邦迪被捕，案件涉及涉嫌接受现金以撰写报告，其中包含与澳大利亚国防、经济和国家安全安排有关的中国机密信息。这是根据澳大利亚2018年外国干涉法提起的第2起案件。为什么中国的芯片产业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仍然有实力？日经亚洲，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警告日本不要限制中国获得尖端芯片技术。发表上述评论之际，日本宣布对用于制造半导体的设备实施出口限制，从而加入了一项以美国为首的限制中国公司获取此类技术的协议。秦批评日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荷兰和日本几乎垄断了全球芯片设备市场，中国企业是他们最大的客户。出口限制可能会刺激中国国内产业的增长，但外国芯片设备公司可能会发现很难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因为他们仍然从中国获得大量收入。美元王者地位尚未被废除，但现在有了替代交易。彭博社，新加坡 Lumin Capital Investors 的投资组合管理主管 Laurent Liquiu 表示，新兴市场货币可能会从美元转向替代交易计划中获益。Liquiu 表示，远离美元是一场长期博弈的一部分，但这种转变对新兴市场的本币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尤其是在固定收益领域。出现这一趋势之前，一些政府试图建立替代性的非美元支付结构，其中包括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 （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 他将与中国加强联系，作为挑战美国和欧洲机构及全球金融规范的一种方式。Factbox， 特斯拉的上海工厂成为工人抗议的目标。路透社，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工人在被告知他们的绩效奖金被削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寻求埃隆·马斯克和中国公众的帮助。特斯拉上海工厂于2019年底开始运营，是该公司最大的制造中心，雇佣了约2万名工人，占特斯拉2020年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在1月份延长了假期，然后在12月份减产，以应对不断上升的库存。2月4日，上海工厂焊接车间发生事故，导致1名工人死亡。特斯拉工人被告知，他们的绩效奖金将因此次事故而被削减。美国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后，解放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南华早报，中国军方表示，正在密切监视5月19日例行穿越台湾海峡的美国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十亿大校表示，部队时刻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稳定。北京将台湾视为等待与大陆统一的叛乱省份。在台北总统蔡英文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美国后，在台湾周围进行了为期3天的军事演习，以展示武力。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因泄露信息被判入狱3个月。路透社，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 Joshua Wong因违反法院禁止披露一名在2019年抗议活动中开枪的警察的个人信息而被判入狱3个月。26岁的黄之锋在2014年学生主导的民主运动中声明，确起香港的抗议活动持续了79天。作为国际人物，黄之锋于201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是47名民主人士之一。根据北京于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被控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由于低利润率打击生产商，中国的锂可能触底。彭博社，随着规模较小的生产商采取措施止住巨额亏损，中国的锂市场正显示出触底反弹的迹象。锂电池价格有望在2021年第2季度企稳，需求将恢复。过去2年市场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走势，导致市场在2020年11月升至创纪录的每吨86,910美元，随后跌至27,180美元。2021年4月，G7 外交官在日本峰会上讨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Axios， 在中国军方在台湾岛周围进行实弹演习后，美国海军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随着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日本度假胜地长野县轻井泽参加7国集团外长会议，围绕台湾的演习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外交官们一致认为，他们反对任何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重申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韩国三星考虑放弃谷歌，转而使用Bing。南华早报，据纽约时报报道，三星正在商谈以微软的Bing并取代谷歌作为其设备的默认搜索引擎。据报道，如果这家韩国公司做出改变，谷歌可能会损失大约30亿美元的年收入。微软通过将 OpenAI 软件整合到搜索引擎中，增强了Bing的功能。报告指出，三星可能仍会选择保留谷歌。乌克兰现场简报，中国称赞与俄罗斯的安全关系，华沙和基辅就粮食问题进行紧急会谈。华盛顿邮报，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军称赞与俄罗斯军方合作的实质性成果，并表示中国准备深化伙伴关系，以为稳定和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在李克强访问莫斯科之前，中国高层领导人最近也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访问，这加剧了人们对中国准备提供致命援助以支持乌克兰入侵的担忧。与此同时，在农民抱怨价格下跌后提出抗议后，华沙正在与基辅就临时禁止进口和过境乌克兰谷物进行紧急谈判。西方正在为俄罗斯的解体做准备。外交政策，西方分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正在考虑俄罗斯的非殖民化，一些人建议该国应该分裂成41个不同的国家。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当苏联解体时，西方未能抓住机会，现在必须制定战略，一劳永逸地结束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糟糕表现，以及人们越来越相信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核威胁不应只看表面价值，这一说法得到了加强。然而，其他人担心，由于俄罗斯拥有近6000枚核弹头和丰富的资源，它可能会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长期以来，俄罗斯联邦部分地区一直存在不满和怨恨的声音。然而，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公民并不一定想离开这个国家，反普京并不一定意味着反俄。对于那些确实希望离开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来说，不能保证接下来会是民主的或对西方友好的。一些专家担心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地区已经向中国倾斜。此外，还有内战和地区独裁者争夺俄罗斯核武器的担忧。一些专家认为，俄罗斯解体极不可能，西方的影射只会增加普京的号召力，助长反美情绪。中国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因价格优势激。路透社，中国3月份的煤炭进口跃升至3年高位。大宗商品分析师 Kepler 编制的数据显示，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激增。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每公斤5500大卡的煤炭价格与国内供应相比具有竞争力，这将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日益重要的煤炭客户。因为政治继续扭曲全球煤炭市场，中国已经转向更昂贵的俄罗斯煤炭进口。海运煤炭市场的问题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重新兴趣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趋势，或者这是否只是机会主义购买？如果澳大利亚煤炭的价格优势下滑，这种购买将会减弱。从中国归来的澳大利亚男子被控外国干涉，寻求保释。路透社，根据澳大利亚外国干涉法被指控的第2个人的审判已经开始。据称，亚历山大·瑟尔戈 （Alexander Sergel） 已将包含澳大利亚国防、经济和国家安全安排信息的书面报告提交给在中国的所谓外国情报人员肯和伊芙琳。据说他已经收到了报告的现金。Sergel 的辩护律师对检方的论点提出质疑，称这些报告是基于公开来源的信息，而且为报告支付现金是中国常见的商业惯例。中国房地产崩盘将把增长限制在 3%。彭博经济。彭博社，据彭博社分析，明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跌 15% 将破坏经济增长。这种低迷将席卷整个市场，造成类似于2015年股市崩盘和货币贬值的全球冲击波。中国的 GDP 去年萎缩了 3%， 今年将仅增长 1.9%， 预计2022年将收缩 0.4%。然而，北京愿意将财政赤字增加 2%， 以应对该行业的任何崩溃。经济学家常书 Eric Su 和 Anna Govil 写道。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推动阿富汗塔利班打击恐怖主义。日经亚洲，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伊朗等阿富汗邻国的代表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会议，制定应对该国安全威胁的联合战略。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履行禁令限制的塔利班外长也出席了会议。该组织因不愿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激进组织采取行动而受到批评。黄河供水不足，中国西北地区处于水警戒状态。南华早报，中国西北部的水利部门警告说，今年黄河可能会出现缺水，这可能对宁夏和内蒙古地区的农业产生不利影响。这2个地区都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和大型自流灌溉区。该地区最近建设了水利基础设施，但仍然严重依赖河流。官员禁止在某些种植区种植水稻等耗水量大的作物，以减少用水量。德国仍然没有变成一支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外交事务，尽管 Olaf Scholz 承诺将德国变成一支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但该国的军队仍然资金不足，他为军队现代化所做的努力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此外，德国在武装乌克兰及其在黑海的海军演习方面态度冷淡，损害了其在盟友中的信誉。因此，都在争夺欧洲领导地位的法国和波兰未能获得支持。尽管如此，Zeitenwende 可以使柏林成为华盛顿更好的合作伙伴，
一个可以帮助确保欧洲安全的合作伙伴。尽管德国军方预算尚未达到占 GDP 2% 的目标，其军队的现代化计划也尚未实现，但新任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瑞斯与军方建立了融洽关系，并要求提供更多资金。如果皮斯托瑞斯能够在军方和德国制造商之间开发出更好的沟通系统，他或许能够将德国变成亚洲和欧洲领先的武器出口国，从而增强该国的出口潜力。在能源方面，德国快速建立了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使其远离俄罗斯能源供应商。该国还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它可能有望成为绿色氢能的市场领导者，这可以作为柏林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气候友好型纽带。为什么美国仍然需要欧洲？外交事务。美国的一群学者、分析师和评论员呼吁大幅缩减对欧洲的承诺，以便更加关注印太地区日益激烈的竞争局势。这一呼吁遭到了一些专家的怀疑，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会为自己节省很多钱。与欧洲脱离接触的倡导者对这种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美国需要授权其欧洲盟友承担更大的防御责任。然而，这些政策制定者并不建议完全放弃北约，但有关美国应将其优先重点从欧洲转移到印太地区的建议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两个地区的军事需求可以互补，而且北约成员国的利益超出了欧洲本身。战略关切日益相互关联，美国联盟的分歧为其寻求对抗的国家创造了机会。此外，虽然欧洲在气候和其他问题上对与中国的合作敞开大门，但崛起的中国对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构成了威胁。归根结底，美国不能指望通过专注于自身利益而在全球舞台上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同时不遵守对盟友的承诺。共和党的逆转、北约承诺的现实以及在多极世界中重新构想美国政策等因素都表明，美国不应采纳这组分析人士的建议。百达表示，随着经济反弹，人民币可能上涨超过 5%。 彭博社据 Pictet Asset Management 称，随着美国退出加息和中国经济走强，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上涨 5.5%， 达到 6.5。 尽管其他亚洲货币在2018年迄今表现较好，但预计人民币将受益于中国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瑞士资产管理公司的预测超过了彭博社1月份对分析师的调查。韩美日将举行导弹防御演习以对抗朝鲜。路透社，美国、日本和韩国将举行联合海军导弹防御演习，作为加强安全合作和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的努力的一部分。周一举行的演习将涉及一艘韩国宙斯盾驱逐舰、一艘美国导弹驱逐舰和一艘配备宙斯盾雷达系统的日本驱逐舰。据韩国海军称，这3个国家将在朝鲜弹道导弹挑衅的假设情景下使用虚拟目标运行从探测到跟踪再到信息共享的响应程序。中国推出电磁武器镇压暴力抗议。彭博社，中国展示了 CSLW-21， 这是一种发射硬币型射弹的电磁枪，它有可能在不造成死亡的情况下驱散暴力抗议活动。电磁炮是在线圈炮技术的基础上，利用电磁铁发射硬币型弹丸，采用了以前从军舰上发射炮弹的技术。该枪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研制。电磁武器允许用户设置枪的发射强度和频率，这可以降低危险，但是枪仍然有可能造成伤害。使用这种武器类似于使用发射橡皮子弹的枪支。港股在中国数据公布前触及6周高点，汇丰、小鹏股价上涨。南华早报，香港股市升至6周高位，因政府报告显示，随着制造业扩张，中国经济在上个季度有所改善。午间交易休市时，恒生指数上涨 0.5% 至 20,548.84， 这将限制涨幅，因为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日本举行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讨论了中国和台湾问题。京东下跌 0.5%， 限制涨幅，因为瑞银和 Blue Lotus Capital Advisors 的分析师警告称，随着竞争加剧，可能出现经营亏损。根据彭博追踪的计量经济学，中国2016年第一季度可能增长 4%， 预计将打破2015年第四季度 2.9% 的下滑。特斯拉上海工厂工人在被告知削减奖金后，向埃隆·马斯克提出上诉。路透社，据在线论坛和工人称，特斯拉上海工厂的工人正在呼吁埃隆·马斯克和中国公众帮助防止计划中的绩效奖金减少。这些呼吁是在百度贴吧或推特等平台上发出的，尽管后者在中国被屏蔽。
2名工人告诉路透社，他们是从主管那里得知裁员的。主管说，这与安全事故有关。报告显示，上海工厂的员工在今年早些时候发生一起据称导致1名工人死亡的事件后受到处罚。马斯克和特斯拉高管均未对此事发表评论。七国集团特使敦促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采取强硬立场。美联社，七国集团 G7 富裕的民主国家将在本次日本会议上讨论中国对台湾和朝鲜远程导弹的威胁。G7 成员国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及欧盟的外长也将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俄罗斯被七国集团视为对2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在法国和德国最近访问中国之后，外交官们还打算协调他们对中国的行动。通过中国简报随时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